今天这个视频非常特别，我会给大家分享我个人对2022年不同股票市场的一个预测和5个不同的股票，我个人对他们的看法和见解啊，其中有4个为了这条视频，今天早上我亲自买入，我会告诉大家为什么我会买这些股票，大家有兴趣的话一定要留到最后。大家好，我是七爸爸张志云。2021年呢，股市来说啊，如果是美股的话还是不错，对香港的股市或者是中资股的话有点不好啊。美股和全世界各地的股票呢，还是因为2020年开始的新冠疫情之后，各国的央行和政府呢都是大量的有财政的刺激啊，还有这个量化宽松啊，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这些资金多余出来之后，到了股票市场里面，还有当然有虚拟货币市场啦，还有房地产市场啦，使到这些资产都有了一个泡沫啊，涨了不少啊。那中资股和香港的股票呢，因为在年中的时候，中国内地有一些行业的政策出来，也有美国的中资股有退市这个危机出来啊，包括中国内地还有一些内房股的违约，所以种种的原因呢，使到今年的香港股票和中资股呢是调整了超过1半有多啊，是不太好的啊。那就看大家的钱放在哪里啊。我本人呢，在美国市场呢也有买过几个好的股票，今年也涨了超过1倍啊，包括英伟达啊 Nvidia。那当然在香港呢还好幸运呢，在年初的时候我看到哇，这些股票有点超买了啊，也是自己呢在高位的时候及时套现了一些，然后呢到了年中的时候还是大量的持有一些现金的啊。到了8月9月时候，股票开始跌下来的时候呢，我分注开始买了啊。当然现在看啊，8月9月买的现在是买高了一点啊，但是我觉得股票市场里面啊，没有人能够真正的哇完全抄底捞到最底部去捞的啊。那我整体来说还是满意今年自己的回报的，所以呢我觉得啊今年如果你买在美国市场的话，应该表现还是不错。如果买在中资股或者是香港的股票的话，就算回报不太好的话 take it easy， 因为股票不会年年涨的，对吗？今年整个大市跌的话，就算你在这里面一般来说跟大市回报差不多的话，今年被套住啦，输了点钱啦，不要太不开心啊，因为我相信啊，明年的股票市场呢还会反弹的啊。那如果你手上现在有些股票的话，那我建议大家呢趁这个年底呢做点功课。第一个，有没有一些股票要抛售掉了，因为它的行业改变掉了，因为它的基本因素改变掉了啊，就算是亏本也可以果断的离场。我以前也说过，对吧？不要做鸵鸟啊，所以我们要正视这个问题，现在的环境有没有变化。第二个呢，我们要考虑就是有没有更好的选择，就算这个公司是好的，如果有更好的选择的话，那我们也可以考虑换码啊，从这个股票卖出去啊，来买进另外一个股票啊。虽然这个股票啊现在好像是跌了啊，亏了钱了，但是如果是买了另外一个更加好的股票，那个股票可能现在价格也是调整了，也是低下来了啊。那以后如果那个股票反弹的机会、上涨的机会要比这个股票多的话，那我们在那里可以赚回我们在这里输掉的钱。那对美国的股市来说呢，我觉得呢，未来的2022年呢，调整的机会会比较大，因为美国的通胀已经是在失控的加快，美国的联邦储备局在现在也正式的开始说了，明年开始呢会提早加快收水缩表，减少买债，并且呢会把这个利息呢会调高啊。在这个情况下使到这一次美股涨上去的背后资金太多，量化宽松的这个因素改变掉了啊。那美股现在还是涨了非常的高啊，在这么高的时候它如果跌的话这个下跌的这个幅度有可能会很大，这个风险不可以忽略。所以呢，我个人呢对美股在2022年比较更加谨慎，更加小心千万不要高追。基本上来说美国股票不能说完全都不好像我比如说个人持有的 Nvidia， 我觉得现在元宇宙还是一个长远的发展的我不介意短期内有调整因为它也涨了蛮多了我是个非常长线的投资者，对吧？但是整体来说呢，这个股票市场是不便宜的，大家要
做好心理准备，随时会有一个调整。那我个人觉得呢，对于港股来说呢，我会非常的认真的做多点功课，寻找一些好的股票包括一些中资股，在美国上市的中资股，我也会做对点功课，看哪些股票是会在未来反弹的机会会大一点。香港现在的股票和一些中资股呢，整体来说真的是到了非常便宜的时候了当然当中有很多的股票是有问题的比如说内房有一些可能会倒闭啦，或者有一些中资股真的是中国的行业政策完全改变掉了，这些是根本的基本上的改变可能会导致一个股票长期已经是一个不一样的未来了我们要避开这些股票，对吧？不能说哎呀以前这个公司好的我们买了但是行业的基本的客观的因素改变了，我们还持有着它，还要继续买哇跌下来便宜了还要继续买，这是错误的但相对来说呢，肯做研究的话，可以找到很多的undervalue有价值的股价有个折扣的，而且这些公司还是优质的。长线一点的眼光去看的话，5年后10年后的话，比现在可能会股价高很多的一些公司所以如果我们买了一些好的公司的话，暂时股价跌了，心里面不要太紧张。如果是好的公司的话，迟早还是会成长，迟早还是会股价上去的顺带一提大家记得订阅我这个频道，因为我在这个频道里面会不断的分享我28年投资的心得，包括有一些时事突发的新闻啦，有些时事啦我们要注意的，我也会给大家分享。所以大家如果不想错过任何有用的我的分享的话，那记得要订阅并且打开旁边的小铃铛。那普遍来说香港现在的投资者呢是非常悲观的，有很多的这个 KOL 也好财经专家也好啦，说不看港股啦，看美股啦我个人觉得呢，这些是一个好的信号，让我是更加在香港的股票市场里面去寻宝。我其中一个学习的对象，我的老师 John Templeton， 他曾经说过哪里是去找机会呢，是哪里是最悲观的他曾经也说过，当大家都是最悲观的时候，是买入股票最好的时候当然不是盲目的去什么都买，所以我是先做功课。所以呢，鼓励大家要保持这个信心。其实今年跌了不少，也不是唯一一个跌的。我们看回2015年，香港的股票跌了是更多的如果我们看回其他的一些这个股市的话，2008年啦或者以前的一些股票的大调整啦、股灾啦，都有经历过跌了这么多，然后跌完了之后，第2年都有一个比较大的反弹那我们如果作为一个长线投资者来看的话，我们买的是一个价值，对吧？一个企业它本身有价值，如果那个现在的股价打了一个折扣这叫价值投资法，我们可以找到一个安全边际的话，这其实是更加安全了所以呢，我们千万不要说哎呀股票跌了我们就不看，股票涨了我们就去追，股票涨了我们是高追，股票跌的时候反而是更加值得我们来寻找一些保障的所以大家记得，股票市场不是第一天跌的以前也跌过，也是以后我相信一定会有反弹的时候。那其实香港股市呢，从2019年开始呢就有了一个大的调整2019年刚开始呢是中美贸易战，那香港当然是因为很多的是中资股啦，也有一些香港的股票是跟中国和美国贸易有关系的，所以第一个已经跌下来了。接下来呢有香港的社会运动那所以很多的地产股啦、银行股啦，跟本地有关系的也跌下来了。 OK， 到了2020年的新冠疫情爆发之后呢，那当然酒店啦、旅游业啦也是跌下来了那当然不会只是那个行业跌下来，所以整体的股市也是不断一段一段的在跌下来那2020年比较出色的我本人也买了好几个10几个倍涨股的所谓新经济股啦，或者是高科技股啦。到了2021年的时候呢受到了中国的
一些行业的政策，或者我买的一些垄断的股票受到了反垄断的政策这个措施监管政策的改变，还有呢就是美国上市的中资股呢受到了中美现在开始脱钩了其中一个脱钩呢就是美国很多的中资股不能符合美国要求的审计的话，就需要退市。所以在这些大的宏观的经济和措施底下呢，很多美国的资金就不要碰中资股了，或者对中资股有一个怀疑的态度了，离开中资股了。所以在这些美资离开的时候，这些中资股的股价呢就跌了很多很多那当然还有一点就是中国的内房在8月9月开始呢受到恒大违约或者是早一点的华夏幸福违约，牵连到了一连串的一些内房股被抛售因为人家都是比较恐慌，下一个会轮到谁是不是这个，会不会那一个会不会是富力啦，会不会是融创啦，会不会是介绍业啦，会不会是世茂啦，对吧？当然里面有些会有很大的机会违约，但是有些呢也是被错杀的当然没有人能保障，我不是他们老板，就算他们的老板也不能保障他们一定会度过这难关，一定不会倒闭。所以大家投资的时候要非常小心，做好风险管理。但是做好风险管理之后，整体来说这个内地的房地产股现在也是被抛售的非常严重，抛售到我觉得呢整体来说只要会避开那些倒闭的股票的话剩下那些股票是一个非常低位有价值可以投资吸引度的一个地步了。2022年呢，其实我觉得我个人的占比呢是会价值投资的股票会多一点，这是其实应该每个人不一样的相对我来说，我这个财富的规模和我的年纪，我个人的投资分两块，一个是买成长股，一个是买价值或者是稳定的股息给我有被动收入。那成长股方面呢，当然是看那些在未来几年因为有市场的发展，因为有科技的改变，它的业绩会成长得非常快的一些股票至于呢价值股呢，可能是一些比较稳定的比较蓝筹啦比较大了，已经是增长的速度减慢了，但是现在被抛售了之后，这个价格非常便宜的时候，使到我有一个非常丰厚的股息，也是打了一个非常大的折扣，相对它的资产或者它的内在价值有个非常大的折扣的时候，这样买的话就有个安全边际，这个比较稳定比较安全的，然后是非常稳定的收股息的所以我个人投资有这两个股票的种类。成长股我经常买到10倍股，但是再买多几个10倍股对我来说还是个数字的游戏，对吧？相对来说我现在要的是一个稳定的现金流，每年派的股息让我可以确保我的生活开支完全被 cover， 所以我会放多一点在我的价值投资收股息的财息兼收的那一个板块。但是如果你是年轻一点的，或者是财产比较小一点的话，那我鼓励大家是可以看多点有机会能够10倍增长的一些股票那财息兼收股了有什么好处呢？其实这个股价的波动没有人能够确保它不会跌的但如果一个公司它的背后的那个生意没有改变的话，只是股价短期波动的话，对吧？那它那个公司赚到了钱派了股息，其实我的生活是靠股息来支撑我的生活，所以短期的股价我不会太在意，甚至股票跌了，股价跌了是个好的机会，有资金的话可以加码，可以买多一点，对吧？但是我更看重的是那个股票派发的股息所以呢我个人喜欢是买一些价值股或者是一些有股息的股票，因为是我现在个人的一个生活阶段。那在这个视频里面呢，我也做了点功课，今天呢会给大家分享4个股票呢，我觉得是起码我个人在这个 Christmas 有增加我的注码来投资的顺带一提呢，我不会给任何的买卖建议，所以以下的分享和分析呢，只是告诉大家我个人也是为了今天的视频买了4个股票为什么我会买这4个股票背后的原因，好吧？那首先呢，很多人呢会第一
一个考虑是汇丰啊。以前香港有句话叫圣诞钟买汇丰，这句话的背后的原因就是到了圣诞节左右呢，很多的人士啊在公司收到了一个年底的花红，年底的这个奖金，对吧？这笔额外的钱放到股市里面，以前啊很简单啊，闭上眼睛买汇丰就好了，对吧？当然了，汇丰银行在2012年之后啊，因为行业改变掉了，因为很多的因素，我在之前其他视频也解释过了，不在这里重复了啊。所以2012年之后盲目的买汇丰，当然就亏本了，就跌下来了啊。到了今年还能不能买汇丰呢？我个人觉得呢，汇丰最差的时候已经是过去了，它的股价也从30块楼下反弹到现在大约是45块啊。公司也开始重新派发股息，也有回购它自己的股份，所以我觉得汇丰最差的时候过去了。大家小心的就是，如果 Omicron 这个病毒在欧洲和美国又在严重的散播的时候，如果影响到欧美的经济的话，那汇丰银行作为一个全世界的银行啊，它的业务再受损的话，可能会对汇丰带来风险。所以呢，我觉得啊，汇丰虽然它最差的时候已经改变了啊，我个人是没有投资汇丰，因为我觉得有更好的选择啊。那什么好呢？我今天啊买了4个股票，作为自己给自己的圣诞节买一个礼物啊，给大家分享一下。第一个呢是长和，香港的上市的股票001长和。为什么买它呢？我个人买的原因就是第一个，它的业务非常分散，我买它其实就等于是把我的资金分散到了全世界全球的业务里面，也有不同的板块啊。第二个呢，它经营的团队是李嘉诚领导的啊，虽然李嘉诚老人家已经退休了，但是他传下来的文化和机制系统呢，我对他的团队执行的时候有信心的，包括这个团队的能力和他们的诚信我都是有信心的。OK， 第三点呢，长和呢从2015年的高位跌到现在2021年年底呢，已经跌了很多了公司最近也有不断的回购股票，所以我相信呢，这个股价已经是有个很便宜的合理的价位，未来再下跌的可能会少一点，然后这么便宜的作为一个收股息的话，或者是我们看 price to book 资产折让我们打了一个很大的折让来买这些资产的话，我觉得是一个好的选择。对我个人来说现在这个价位是个吸引的价位来投资的，当然也要小心它的风险就是这第一个呢，港股还是很多人最近都不看，对吧？如果这个悲观的情绪继续下去的话，那这个短线内这个股价会继续低迷。第二呢，如果刚才也说过 Omicron 使到全世界经济再受影响的话，那这个股票也可能它的未来的盈利也会受影响所以大家记得买这个股票的话，我是作为一个长线投资来看的，而不是短线希望它一个月内股价涨多少。那第二个今天早上买的是中移动其实曾经也是一个蓝筹的股票，也是在中国的通信业里面的龙头股，但是在过去几年呢，科技使到我们长途电话不打了，是吧？短信付费的短信不发了现在都是微信了包括漫游 roaming 也没有了，所以它的收入呢不断在减少，但是这些减少的收入呢也反映在它的股价里面，跌到现在46块左右呢，是相当的便宜了所以我们看它的 price to book， 看它的收息率都是有非常的便宜。那第二点呢我想就是这个5G 年代反而是这个通信业的一个 turn around， 一个转折点，未来可能它的收益的来源不是个人的长途电话了，当然那还会有，但新的增长点呢是 to business 很多的智能的应用要用到大量的数据的话，这可能会对未来它的业绩是一个增长点第三呢，它短期内呢会在 A 股上市，A 股上市的定价要比香港现在的价位要高很多所以它新拿来的资金在投入在 5G 的设备和生意上面带来的回报，其实是我们 H 股也一样的分享了，所以现在 H 股相对未来的 A 股的定价也是有个大的折扣所以整体来说呢，长和和中移动都是
非常稳健的，我们看它是一个价值投资股啊。如果股价有增长，这是个 bonus， 但是我看的是一个稳定的股息，让我买了可以睡得着的。OK， 第三个我今天买的呢是港交所。那港交所呢，在香港呢是个垄断的企业，对吧？只有它去规范人家，没有人家去规范它的啊。它的这个盈利 upside 也不封顶的，基本上它的成本很低，只要有交易啊，它的毛利率是非常高的啊。那未来的几年呢，我们看到中资股要回归到香港来第二次上市，或者就算现在已经上了市了，2个地方都上了市了，如果在美国退市的话，那以后全世界要买这些股票只能来香港买啊，所以港交所会是一个直接的得益者。还有一点我很喜欢港交所，就是就算新冠疫情还没有结束啦，又爆发啦，其他的生意可能受影响，但是对港交所来说啊，我们都会在网上下盘买卖，对吧？所以对它的这个业务来说呢，是完全不受影响的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港交所是一个非常稳健的一个公司。当然买港交所的话，我们要考虑到就是香港的股票如果是成交量低了，现在大家都不看港股，是不是啊？如果这个成交量低的话，那对港交所的业务收入呢会有影响啊。但相对来说，它现在有很多的 IPO 的收入可以做对冲，只是大家要知道，它短期内的股价会跟股票市场整体呢上下挂钩的。Again， 我是投资作为5年、10年后的一个长线投资者的话，港交所让我可以买了之后睡得安心，吃得下，睡得着。大家看到从港交所已经比较进去了，到最后一个是成长 upside 会更加多的，就是药明生物。我本人呢比较喜欢药明生物，是因为生物这一个领域还是一个成长的领域，特别是药明生物在这个板块里面呢，它的业务是不断的成长的，它的业务的模式和它签订的已经有的项目，可以看到未来的几年它有非常大的一个业务的成长。最近呢，因为有一个流言 rumor 它会被美国拉入黑名单结果当然是没有发生，它不是拉入黑名单那些企业，对吧？但是它的股价从105块到115块，跌到了曾经最低到过70多块，现在85块左右，那相对以前100多块呢，也是打了一个非常大的折扣啊。那这个股票呢，相对来说它不便宜但是它的成长是很快很高，所以呢，我自己买了这4个股票，有个 range， 有个幅度，对啊，从最稳定的中移动啦、长和啦，到港交所啦，到药明生物啦，那这里有退可守，进可攻那 once again， 这是我今天早上个人买卖的。那这4个蓝筹股呢，今天早上我自己有买也给大家分享的原因呢，其实我有其他的股票我也在投资的我觉得可能未来的回报会更加好的。那为什么讲这4个而不讲另外那些呢？因为这4个有个共同点它是非常稳健的蓝筹股。蓝筹股有个好处就是它的股价比较安全，对吧？如果一些比较进取的股票，它跌的幅度可能会比较大，当然它涨的幅度也比较大那如果我们的心理承受波动的能力没有那么强大的话，跌了之后过山车哇受不了刺激就算一个好的股票在很低位的时候恐惧了、止损了、抛售了，那使得大家亏了钱，就算是好的股票亏了钱了，那就更加不好了，是吧？所以第一个就是我分享这4个是相对比较稳定的第二个也是我作为一个长线投资的话，我希望就是买到蓝筹股有适当的成交量，使到真的需要钱的时候可以不需要考虑会不会没有人来接我的货啦。还有一个特点呢，就这4个呢有比较长远的历史。 OK， 我买股票呢就像这个拍拖结婚一样，希望是认识一个公司它的管理层、它的文化、它的机制、它的历史。所以这几个股票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我有跟踪它，我有留意它，有研究它的，相对来说呢，我对这些公司的track record比较有信心。所以呢这些股票买了之后就不需要天天来查有没有涨有没有跌有没有发生问题有没有倒闭让我可以更加好的去享受生活，不需要每天都在盯盘心惊胆战。
所以是比较适合中长线的投资者的。那当然了，还是重复一下啊，只是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买入的原因，不是推荐大家去买。事实上呢，我永远都是相信要投资先求知。如果你对股票认识还不多的话，我会建议大家不要那么匆忙的去买任何的股票，因为大家都看到很多的股民啊，10个散户9个输啊，都被割韭菜，对吧？背后就是没有掌握好投资的正确的方法啊。也正是为了这样呢，我把我的28年的经验整理了，变成了一套选股5部曲，也是抱着感谢大家的一个出发点呢。这套课程呢是内容免费，只是给几块钱的系统维护费，让大家可以正确的学到如何去做投资啊。那作为一个年底的 bonus， 我会在12月26号有一个 extra bonus 给选股5部曲的毕业生，你们可以进来我的 Zoom 听我对2022年的行业板块的预测。如果你是在12月26号之后才看到这个视频呢，也不要紧，因为我们会把这一段录影呢，会放在我们整体的选股5部曲的课程背后的额外的 bonus， 你可以无限的回看的。所以大家有兴趣的话，点开下面的资讯栏有连接，可以了解多一点。最后，我还是认为一个好的投资者，除了需要掌握一些基本的技术分析啦，基本分析啦，最重要的还是要保持一个良好的心理指数，就是在大家恐慌的时候，我们要进取一点。所以今年如果大家在香港的股票市场里面要抗拒到那些好悲观啊，好负面啊，甚至好怀疑啊，甚至是对香港绝望啦，或者对中资股绝望了这些负能量啊，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在这里再继续做功课的话，我相信在未来大家的投资回报会非常好的。那趁着这个年底的时间，祝福大家在2022年投资有非常丰厚的回报，邀请大家订阅我这个频道，因为我会继续的每一个礼拜会出一条视频，跟大家分享我的投资的心得和见解。那如果大家可以在留言区给我一些 feedback， 包括今天这个风格大家喜不喜欢呢？还有些什么建议呢？可以在留言区写啊。当然大家分享出去的话也是给我最大的鼓励，让我未来可以更多的动力拍一些更好的视频给大家。我们下次再见。